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做顾客的商业质感短发，耳孔以下去提拉到水平，直接去除3公分的长度，再用削刀削除我们底线的长度，底线呈现效果微微向上，3公分以内长度。上去选择圆形堆积层次，以耳后点长度为引导，斜向后划分。提拉45度剪切口，发片随主划分线分小发数，逐渐随头型进行移动。在裁剪圆形堆积的时候，第一层我们是建立长度的落点以及和下区层次的过渡，第二层我们是制造饱满和堆积，而顶区是保留质感和控制落点。在修剪每一层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位一定要根据主划分线随头型进行缠绕，逐渐降低我们提拉的角度，这样才使得我们后续堆积点不会过低，否则我们的重心就会失去平衡。那么还有在剪圆形堆积的时候，我们考虑用手位来解决前后推力和偏移的问题，还要用我们提拉的角度逐渐递增来解决上下层次均匀度的问题。解决这2个问题，那么才会使我们的流向和形体的结构才会更柔和自然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设计师在剪圆形堆积的时候，剪完只是一个固体，它没有左右推移和流向的关系。如果你经常剪圆形堆积的时候，左边会比右边产生的痕迹会偏硬偏固体，那么我建议你在分配的过程当中，发片要比右边更薄，提拉的角度和张力要比右边更精致，这样效果才会更对称。昨天一位粉丝评论说，越是功底好的设计师，越是用少的技术来控制这个技术的不同形状，产生不同的效果，从而让我们更好的去服务顾客。我觉得他评论是非常对的，而不是过多的在一个短发上使用多种组合结构和层次，从而在技巧层面去加大。因为纯技巧的类别的技术只是个人的特色，而技术的核心本质只有那方圆三角几种技术进行组合优化，这样才使我们的创作有更多的空间。那么听明白这句话的小伙伴，对你一定会有帮助。两侧选择边缘去除层次，设定长度为3公分左右，方便顾客挂耳就可以了。再去把边缘去除层次和圆形堆积层次进行一个长度的柔和过渡就 OK 了，并不需要完全连接。上去剪随头缘的柔和层次，切口落点覆盖住我们的边角，方便顾客打理的同时不会产生结构和层次断层的效果。至于长刘海还是短刘海，因顾客的风格而去确定。而这个模特我已经是第3次帮他去修剪了，他的发量和发质和头型我都非常熟悉，所以我是用纯结构给他剪完。吹干之后，我们只要点点修饰他的发梢柔和细腻度，还原我们本身的结构质感。修剪完成得到的比例和结构，那我们要从侧面去观察能不能填充客人的头型饱满度，以及底线的精致度和边角的柔和细腻度，是不是满足商业发型的需求，以及顾客居家打理的方便程度。而大部分设计师太注重干发修饰，这样会破坏结构的质感。这也是为什么这款短发不是以剪碎尾为主，而是以结构的柔和度和质感为主。当所有的结构质感被呈现和均匀之后，我们主要去约束头型的长宽比，在头偏宽的位置、转角以及横向转角面进行适当去亮。而这款短发的呈现是前虚后实，前面会比较透和自然，后区是比较实和精致，这样还原度就会更高。希望你在这一款视频当中有所收获。